I'm waiting, love. Place your hand in mine, I'll take you to the stars. Oh, I'll show you love. 大家好，我们又都见面啦。大家今天过得还好吗？今天的大众占卜题目是：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有在偷偷的观察你吗？那么他又是怎么想你的呢？台面上总共有3个选项，由左至右。静下心来，选择最有感觉的一组。如果还没有选择好的话，请先按下暂停。已经选择好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今天宇宙透过塔罗牌中所想要带给予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左边第一组牌组的朋友，那么在验证牌地方，你对于说这段关系的想法是什么呢？好，洋洋来为大家抽第一张牌。好，这边话所为大家抽到第一张牌是宝剑五。那宝剑五的话，如果说在你们对于说这段关系中的想法的话，我们抽到宝剑五，洋洋会认为你们目前对于这段关系，你们失望、失落，还有难过，以及不知所措，然后还有迷惘，会是对于说目前这段关系里面，你们整个一个大方向的这个感觉。你们如果说有这种感觉的话，那你们就继续听下去。如果没有的话，你们可以再听看看还有没有更符合你们的。好，那如果说在宝剑五这边，就意味着说，很有可能目前这段关系里面，第一个是发展的比较不顺利，就是常常会卡卡的。第二个的话，就是你们真的一直都很难可以约得到对方。第三个就是对方的讯息爱回不回，要不然就很难找得到这个人。然后第四个的话，可能就是你们最近真的会有一些在想法上面争执，或者是说两个之间在对说关系上的一个发展，相处上的方式的话，两个之间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你们目前在你们所相处这段关系之中，其实你们本身的感觉跟感受是蛮孤单的。其实你们这组的人蛮容易会因为对方的举动，或者说对方说出了什么样的话，那你们就蛮容易会因为这么一点点的风吹草动，然后就对于这段关系就有一些蛮多负面上的想法，或者是会有很多让你们觉得不知所措的地方，因为你们不自觉是把这段关系其实看得真的蛮重要。那但洋洋会认为，其实你们当初本来对这段关系应该是还好，可是就因为在慢慢的越来越了解，或者是两人之间的连结相处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多之后，其实感情已经不知不觉放在里面。那在随着感情越来越多，可是对方开始对于你们的态度有点爱理不理之后，其实你们就变得开始越来越难以去抽离本身对说这段关系中的一个依赖的感觉。所以你们本身目前在这段关系之中，其实你们反而原本如果刚开始的话，你们应该是很好抽离的，可在随着现在日子越来越久之后，感情放下去了，相处的时间越多了，那你们反而对于说这个人对这段关系，你们开始越来越难以去放下，甚至已经到有一点就是无法自拔的地步。那对于你们来讲的话，你们第一个是迷惘，你们自己应该要怎么办才好，然后再第二个的话是对于这段关系中这个未来，你们感觉到非常的彷徨。然后第三个就是你们对于说自己的感情的生活一直来都不顺利、不顺遂，然后或是有人是在这段关系里面为了对方，你们真的付出了太多。有人是付出金钱，有人是付出时间，就是你们付出了你们曾经觉得是最重要的东西。例如说，有人就是对于时间来说是很珍贵，然后就因为这个人付出太多时间在这浪费身上，结果就可能错失了很多可能跟好朋友聚会啊，或者说很重要亲人朋友的聚会这样子。那对你们来讲的话，失去掉人生很多很重要的东西，然后只为了这个人，其实你们觉得心里面呢是相当的无助，因为你们会觉得自己好像做出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所以看其实你们本身对一段关系的话，你们既感觉到
很迷惘、无助、痛苦、悲伤，那你们本身有一点去责怪你们自己怎么会眼瞎选这个人，然后后面关系又走到像这样子那么痛苦的这个状态。然后再我们抽到的是圣杯，那圣杯如果说我们跟旁边的宝剑五做搭配的话，那就表示说你们对于说这个人其实还是有感情，那你们还是没办法完全的去放下这个人，所以其实在你们的内心之中是依然呢还是存在着一丝丝一点点的希望，对于说这个人如果说他愿意回来找你们的话，你们愿意再给他一次机会，或者说你们愿意呢再重新的为这个人，然后重新去审视，重新去跟对方相处看看。那但只是在你们看影片这个当下，因为洋洋会认为其实抽到这组的你们宝剑五的能量是比较强的，圣杯王牌的能量反而是比较少的。如果说目前你们圣杯王牌的能量是比较强的话，可能过了课睡觉起来之后，你们又变成宝剑五的能量了。那虽然圣杯王牌本身的能量是算强，因为比方说目前你其实对说这个人这段关系，你们依然还是有相当一定程度的期待好感，然后还是会很想跟对方在一起。看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说宝剑五的能量你们真的太强大了，然后也很痛苦，很受伤，所以其实当你们睡觉起来之后，那种内心中的孤独，内心中的孤单的感觉，其实会压过了你们可能对他喜欢，你们开始又感觉到说怎么办，或者是说这段关系你们应该怎么去处理，或者说怎么去跟对方相处。那如果说是还有正在联系的人，其实比较好，就是你们会觉得如果说在跟对方相处过程里面，可能调整你们相处的模式，或者是说你们用不一样态度去跟对方相处，跟对方的聊天沟通的内容，是就会有个转换的余地。可是很可惜，就是我们其实今天比较不是在针对这个主题，对，这个变化比较像是在讲验证牌，就是你们目前其实对这个人是还有一定程度的好感跟喜欢。那另外一部分就是有的人可能现在是有其他有在考虑的对象，但是你们对其他考虑的对象的那种喜欢程度没有那么的多，大多还是一种好奇心，或者是一种新鲜感，或是有一种好像可以试试看，看能不能把原本旧的关系给忘掉。这是另外一个解释。那本身洋洋还是会比较偏向于说，你们对于现在目前所想这个人，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好感、感情跟那种在乎的情感还是存在的。那只是在对于说这段关系、这段感情，其实你们是彷徨的、无助的、无奈的，然后也是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要怎么去处理好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就是你自己本身啦，如果说对方愿意对你好，对方愿意低下头啊，或者是愿意待你好一点，你们就会觉得啊，好像是算了，就是过往的东西就是旧账不用再提了，我们就以现在状况为主。但是很明显看起来有点困难，对，因为看起来比较像是说现在你一直不断在忍让，在退让，但是人的忍耐程度是有限的，能够包容的程度是没有办法是无止境的。好，来看一下第3张的验证牌。好，这抽到的是宝剑3，没有我刚刚杨提到的宝剑5的能量很强，然后我们再次抽到了宝剑3，所以意味着说，其实这段关系里面，不知道说是不是有的人，洋洋的直觉啦，就是可能跟牌本身比较没有太大关系，就是说这组的你们。有人可能是办公室的恋情，然后是那种不能被公开的，那不能被公开就看你们是属于哪一种，因为有很多种的状况。然后第二就是可能你喜欢上的是闺蜜啊、好朋友的另外一半，对，那你可能这个心情的状况你其实有点复杂，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去面对说这件事情。然后第3个普遍解释就是说，可能这段关系里面，其实你们认真思考，或者说你们可能静下心来，还是会觉得本身这段关系能够在一起的程度的几率其实是非常的低，然后也不太有可能。那你们本身还是心里面是期待，然后又害怕受到伤害。那你们其实自己本身也知道，可能这段关系
如果说要向前走的话，那势必可能会跟很多人反目成仇，或者是说比较没有办法受到身边的人的祝福或者是帮助。所以本身对于你来说，在这段关系之中的这个经营的话，你心里面其实蛮不好受，然后你也会觉得很不是，就是你找不到方向。现在的你的每一天，也会觉得大部分的应该以泪洗面，或者是说不知所措，又或者是对于这段关系的话想放手，你们很想要放手，但是你们的感情一直放不下，你们心里面的痛苦挣扎，洋洋还是很明确可以感受到，就是说在对这段关系里面想放下又没办法放下的那个苦楚，或者是说这一份一直都没有回忆啦，就是你们之间的回忆是成为你心里面最无法放下的枷锁，那个感触一直都还在。好，那这边如果说验证牌是有符合到，或者说让你们有所共鸣的话，我们就来继续往下看。好，那我们来接着往下看，再选到最左边第一组的你们，我们来看一下对方是怎么想着你的，然后再看看说他有没有在偷偷的观察你们。好，那杨澜为大家抽第一张牌。第一张牌的话，我们抽到的是审判。哇，你们第一张就来这么刺激的大牌。好，那审判牌的话，就意味着说，在他来看的话，其实在这段关系之中，或者是在你们之间的这个缘分里面的话，本身对他来讲，现在是在一个转换的期间，或者是说正在他重新去思考、去面对你们在他的心里面，在他的生活当中是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或者是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那当出现整张审判牌这张的时候，最基本上，杨洋会认为，其实这个人他应该是有在观察你们，而且是有常常去想到关于你们的事情。那杨先讲关于想到你们的事情，关于想到你们事情的这一个部分的话，通常是指说你们的相处的每一刻，好的跟不好的，他都会去做一个考核，或者是考量，或者是他去做个评估跟评核，看看说你们这个人跟他相处里面来说，他是快乐的，还是轻松的，还是有压力的，还是自在的，等等的，就是他会去衡量看看，这是第一个部分。然后第二个的话是，他在对于你们之间的这个关系，你们的这一个人的相处的模式，或者说你们的条件，你们的性别，是不是他所想要的？好，杨先讲性别部分，就是说，如果说你们喜欢上的人跟你们喜欢的性向是不一样的话，那这时候他就去想看说，到底他要不要为了你们去做改变，这是关于性别部分。对，那如果说只是以一般的话，那就看说你们的条件、你们相处的模式，那是不是他所想要的？那如果说不是他所想要的话，那其实很快就会拜拜了。对，那通常啦，看起来其实对方心里面应该是蛮挣扎，只是你们这段关系可能真的拖了有一段时间了。那本身对他来讲话，他也不想，他也应该说他有感受到你已经不想拖了。那当然，他本身也有不太想让他去拖着这段关系，所以最近呢，你们应该是面临到一个关系中的抉择。那如果说是断联中的人的话，那就表示呢，其实对方他在思考究竟他回来找你们，还是这段关系就这样子拜拜了。对，所以呢，就蛮明显会分成这两种。那基本上，洋洋会认为啦，如果说依照这样来看，这个是一定有在偷偷的观察你们，无论是有没有断联，他就就是有在观察。断联的人，对方就是会去网络上查关于你的账号啊、你的名字啊，或者说只要有任何的管道。那大部分来说，选到这一组的你们，对方观察你的话，
好了，杨还是觉得是各参半，就是说你到底会不会知道这件事情？就是说，如果说对方本身的星座是属于土象或者是水象星座的话，他的观察你应该看不到，他就是偷偷的观察。那如果说是风象或者是火象的话，他就比较没有想那么多，被你看到也无所谓，因为他就想知道你这个人是怎么样子。就说有的人土象跟水象呢，他的观察真的就是偷偷的、默默的去观察你们比较多，然后水象跟火象被你发现也没差，所以你们来看他来看你们动态啊、按赞什么的啊，或是贴文显示谁看过啊之类的这种，就是他就是一定有他的名单在里面，就是他一直在观察你们这个人。好，我们来看一下补充牌的第一张，他怎么想着你们。好，我们这边抽到的是好，同样的耶，审判，对不对？所以就很明显啦，对方他一定是有在想，就是有在观察你们这件事情。那你看哦，这两边审判牌不一样嘛，像这边的审判牌的话呢，它就蛮明显，就是他已经快要知道答案了，对，所以表示说在选到这一组的你们。应该在最近啦，对方应该就是会有他的头绪出来，然后最近的他应该就会有一些的举动，所以会建议说选到这组的你们，如果说你们是还在联络的这个状态的话，千万要留意，最近不要跟对方大吵大闹，也不要讲出一些很讽刺的话，讲话尽可能是婉转一点，不然就是有苦就吞下去，不要说出来，要不然这段关系很快就拜拜了，就是对方开始就会慢慢的消失。比较个性比较好的人，他会慢慢的消失；个性比较差一点的比较大男人主义的或者是比较自私的那一种，马上人就不见，你可能连他的影子、他的尾巴都抓不到，就人不见了。那如果是断联中的人的话，应该在这1个月内。如果对方很想你们，马上就让你们知道了。这支影片拍的话是国历8月26号，那会建议你们是，如果说在下个月份9月份，对方没有回来找你们，基本上断联的人，你们就不用再想了，对方应该就已经决定好了，就是可能这段关系就当朋友吧。对，那如果说有回来找你们的话，再看一下对方的态度是如何，因为如果说本来断联关系，对方回来找你们，就表示呢，你们在他心里面还是有一定程度的重要。那他回来找你们的时候，会建议你们一定要再去找信任的老师，或者说找养羊去做个人的占卜，确认一下对方的心意跟他的想法，还有你们关系上的一个建议是什么。这是一个特别重要讯息。你看，你们连续抽到2张，这是羊临时抽出来，羊也没有预先决定要抽什么，所以就是表示说，这个审判牌它的本身它就是个大牌，它本身在塔罗牌里面，如果说在个人占卜，说像这种大众占卜，它的能量就已经很强了。那又连续抽到2张，所以就更加意味着说，其实这段关系你们已经走到了一个命运中的十字路口，命运中的一个岔路。可是很可惜，就是这个岔路跟十字路口的决定权是在对方，但对方决定的这件事情的感觉跟方向的那种的 tips， 那个叫什么？有点忘记要怎么样讲中文会比较好。反正他的感受的决定权，其实在于你们去带给他什么样的感受。那更细一点的话，就是如果说你们非常确定对方，不确定对方对你们到底有没有好感的话，那现在面临到抉择的状态，洋洋会认为你们最近应该要转攻为守，会比较好。这是给予你们建议，就是不要有太多积极的作为跟举动，也不要太多的眼神暗示，就像一般的相处就好，然后再不爽的话都吞下去，千万不要跟这人起冲突，讲话也不要酸溜溜，或者是尽可能就顺着他的毛摸，然后能够安抚、能够容忍的，请做到你们能够接受的最大值，要不然这个应该很快就会不见。好，我们来看一下抽的第2张，很像在恐吓你们，但真的没有，因为
因为这边审判牌第2张就是他已经的决定权快出来了，而且他的决定权的这一次是真的下定决心了，就是不会有再缓和或者说反悔，就他一旦下定决心之后，谁都拉不住，你们可能怎么样都没办法再去把这个人挽回回来，所以我希望说这个最近的你们千万记得要把自己调整好会比较好，除非你们这段关系就是不要了。好，第2张是我们的恶魔牌。好，那恶魔牌呢？如果说你看我们这边都是要大牌嘛，所以恶魔牌本身，洋洋会认为这一组的你们的前世因果的关系真的还蛮强的。对，就是在这一组的你们呢，跟对方这缘分其实很明显的是非常非常的深刻，也非常非常的深厚。那这边恶魔牌很特别，就是它没有2个就是没有一对男女，或者说没有2个人嘛。就一般的韦特的恶魔牌就是一个恶魔会拴住2个人，但这边没有，就是一条蛇跟2根的棍子。好，那因为说其实杨会比较倾向于说，在这边会解释成为这一世的你们的缘分注定呢，就是成为你们人生中的一个课题，或者是说这辈子的你们的相遇是注定的，你们现在所发生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或者是上天上苍他们所精心安排设计好的相遇，跟你们人生中所必须要面对到的课题。那课题的部分的话，会建议你们可能去找新人的老师做占卜，因为台面上看不出来，对，因为毕竟大众占卜嘛，可能好几百个人在看这支影片，那就是不确定到底是什么。但是很明显就是这一组的你们，有人是灵魂伴侣，有人是业力伴侣，有的人是双生火焰，反正这一组的你们呢，非常明确的，就是你们必须要去面对彼此之间已经停留了，你跟这人之间2个人之间停留了好几世、好几辈子、好几次投胎，所一直都没有去解决的那些的人生中的课题，就是课题就对了。那你们跟这人之间的相遇，跟现在所发生的一切呢，在你们今生必须要去解决了，也是说必须要找到必须要有一个完美的结果。这个完美结果并不是在你心中所想要的那个完美，而是上帝上苍你们的信仰觉得最完美的那个结果。什么叫最完美的结果呢？有人是注定呢要让你学会有些东西等不一定等到。那第2个的话，就是有可能这段关系就是注定要让你们去懂得什么叫做放下。第3个有可能要告诉你们说什么叫做成全。第4个就是什么叫做祝福。第5个就是什么叫做放下仇恨。第6个就有可能叫你们放下所谓的执着等等之类，就是大概举例这6个，就是最常见的这6个。那洋洋是不确定你们是属于哪一种，就看你们自己觉得现在是什么样的感觉对你们来说是最重的，那你就以那个为做判断就好。所以呢，这辈子的你们呢，注定就是要来让你们去学会跟这人之间的缘分要往什么样方向走。那当然如果说是稳定交往中的人的话，那就看你们一直以来在吵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东西是没办法让你们去面对到的解决的，那就是你们必须要去面临到的。那也会认为啦，这组的你们如果说有信仰的话，请多和你们信仰倾诉你们的烦恼，然后倾诉你们心里面的不好的感受。洋相信其实看这支影片的你们的信仰应该非常，就是每个人不太一样。洋是很尊重每个宗教，那也觉得每个宗教它的存在都是有它的意义跟它的重要性。所以会希望说这种人你们可能跟这个人目前的发展真的没有到那么的顺利，那可能也真的让你们心痛了非常的久。那也会希望说就是在这一世啦，你们这一辈子赶快有个结果出来。有时候可能如果结果真的不是你们所要的，那试着去放下。我们不一定要能够去选择忘掉，要选择去放下。放下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有人说放下要祝福，有人说放下要成全，有人说放下可能就是什么要让对方好之类的话，我跟你讲不可能。如果说
真的希望对方好的话，他爱上别人，你觉得你会甘心吗？雅人会觉得大部分人应该不甘心吧？不用，大家不是圣人，好不好？我们就是不要去诅咒对方就不错了。对，我们就是个正常人，就是平凡人而已。所以面对说这段关系，我们要是放下自己，说我们心里面不要那么在意他，不要因为这个人去影响到你们的心情、你们的感受。因为其实看起来本身这个人他在想到你们的时候，本来就是属于那一种。他也觉得很有缘分，他也觉得舍不得你，但是他会觉得说，现实中的考量是必须，因为恶魔牌本身是摩羯座的意思。那当然，摩羯座本就是一个非常现实主义者的一个星座嘛，所以其实这个人他就算心中再怎么想着你们，可是如果说现实里面是让他没有办法去克服一切，或者说让他觉得你的条件是不符合，他的人生就是很痛苦，有了你更痛苦，那是他就觉得说，不要可能会比较好，就是他现在心里面的衡量之一，所以他也觉得跟你们之间的缘分非常非常的深，可是深并不代表就是要决定选择你们，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就看说每个人要以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对，然后会认为说这组的你们可能选择去放下的心态会比较好，但是放下要练习。那放下真的不是说马上放下就可以，因为你真的爱过，你真的渴望这段感情，怎么可能说放就放？不可能，好吗？人都是有情感的动物。好，我们来看一下第2章。然后第一组好像讲太多了，就是前面的部分。好，第二个部分的话，我们抽到的是宝剑士。宝剑士呢，本身代表说对方他现在对于你们所作所为呢，他就是不为所动，所以现在他大部分啦，应该有绝大多数，至少有7、8成的人，你们现在跟对方的互动应该是真的蛮冷的啦，就是说那个频率跟以往相处真的差得很远。那但断联人就不用说，断联现在就是根本完全找不到这个人，对，就是你甚至要知道他的消息更困难，看看有把你的消息给封锁掉。原因就在于说，其实对他来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他会希望让他静下心来去思考，让他静下心来去重新的面对他自己内心中的一个声音跟感受，因为蛮明显就是他自己也知道说，他本身面对于你们的时候，应该会有一些心情上的不一样，或者是说他其实很难用那种最自然的心态去看待于你们，也是因为他很在乎你们，然后他也是很想要知道他自己心里面到底是怎么想，他也是觉得说，只有当他静下心来，或者是说让你们俩之间比较少互动跟联络的话，他才能够以最公正啊，或者是说最正确的态度去看待，因为他也害怕说他做了什么可能真的会去伤害到你们，或者是说做了什么会让他非常的可能有一天会后悔。对，所以刚阳才会提到说，其实这个人他本身在做决定之前的话，他就一定会真的想的非常的多，然后他一定会拉很长时间去看待他自己心里面怎么想，所以才可能会出现2张的审判牌嘛。所以他在对说自己的决定，其实真的只要当他决定好一件事情之后，你要让他改变吗？真的很困难，因为他觉得他就是已经有深思熟虑过了。就算有一天他如果说真的后悔的话，他后悔只是会去后悔他的决定，他不会去后悔他的行动。这两个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因为决定后悔的话呢，可能就不会想要去做任何的挽救，因为决定做下去了就是那个结果嘛。但如果说那个行动去后悔的话，就表示结果并不是可能自己所想的，但是可能是自己行动所造成的，那可能就想去做一些补救跟补偿。所以以这个人来说，他觉得他后悔的只是怕他的决定会是错误的，那他的行动就会由他的结果来去决定说他怎么去行动这件事情，去执行这件事情。所以对他来讲的话，他就会选择去默默观察你们，是默默的去了解到说，去思考究竟你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你们所做的每一个的部分，那到底是不是能够
符合他，或者是说是不是他所想要的。那如果真的不是的话，或者说你们这个人也真的不是他所想要的话，那么他的决定一旦做出来，那伤心的就会是你们彼此，包含他自己。因为宝剑四的下一张就是宝剑三。那因为宝剑牌是从后面往前看，跟其他的牌刚好不一样，所以宝剑四的下一张是宝剑三。所以当他做决定之后，那个就变成宝剑三，那就是刚前面提到的韦特塔罗牌嘛，就是一颗心脏插着三颗剑之类这一类的牌。所以就是说，只要当他下定决心了，他知道他怎么做之后，势必他心里会不好受，他也会难过，会悲伤。那你也会，因为他也知道说自己所做的任何决定会影响到你们双方之间的情感，双方之间的一个情谊。好，我们来看一下补充牌第一张。好，第一张的话，你看我们抽到的是圣杯王牌。好，圣杯王牌的话，洋洋会希望你们不要想到说对方好像是有别的人。好，不要讲圣杯王牌，可能大部分人讲说圣杯王牌就是很喜欢你啊，或者说可能是有别的人有别的感情哦，没有，这边洋洋不会这么解释。好，我们这边的解释会在于说，他会希望找回他自己在对于爱情里面他最想要的那个初衷的那一份感情，所以选到这种的你们洋洋会比较就是建议你们说，要如何去挽回这个人，去挽回这段关系，就是你们要去重新思考，去回想起当初你们从不熟到变很熟的这个过程，那个过程哦，所一些的行为，那些的互动，然后才会让你们之间关系越来越亲密嘛，然后才会越来越要好，才会到现在，后面才会到那么的不错，然后可能又真的做什么才会到现在这个局面，所以会希望说，其实他心里面就想要的是，他真正想要的是你们当初的那一段，让他觉得最美好的时光，那就是你们从不熟到变很熟的这个过程，是他最想要的，是他最喜欢的。所以其实你要说这个人对你有没有情感，其实洋洋会觉得是真的有，但是因为圣杯牌在这边的话，洋洋会比较倾向于说就是只是很单纯的那种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比较没有偏向于说一定是爱情或是友情，并没有到那么的绝对，就是单纯是指说你们俩之间双方之间的情谊。所以刚刚前面提到的，就是对方也觉得你们俩之间真的非常的有缘分，那也是你们俩之间的一个课题。所以其实在本身对于你们这段关系来说，无论是你或者是他，其实都是相当重要的一段的好，就是得来不易的这个缘分。其实这个缘分刚好是你们彼此之间双方的课题之一。那做的任何的决定的话，其实都会去影响到接下来你们两人之间在情感上面的一个信任程度或者是发展。意味着说，如果说你们真的失去这个人的话，其实你们势必一定会有好一段时间是你们的空窗期，那接下来你们的日常生活一定会因为失去了这段关系，然后开始过得有点糜烂，或者是萎靡不振，或者是说非常的痛苦。其实对方如果说他真的做决定的话，他也势必一定会，只是看说谁的时间在那种状态不好的负面的状态之下，谁的时间比较久而已，然后是谁会先开始而已，应该不太是双方一起啦，比较像是说你会先开始，然后再换他。这样会觉得从牌面上的讯息，因为其实在这边的圣杯王牌的话是一个酒的含义嘛，那酒的时间是需要酝酿的，酝酿完之后它会需要发酵，那发酵完就是大家喝下去之后，有的人是当下会有酒的那种马上就醉嘛，有人是会喝了比较多杯之后，那他才会醉。那我们就把应用在人的情感上面也是一样的。如果说是以酒来做比喻的话，就是说这段关系中的情感中的建立，还有彼此之间双方的一个回忆，会成因在于你们这段关系里面两人之间，因为对说这段关系中的依赖的程度不同，那它的酒的发酵的时间也会不一样。对，那两个会觉得说，其实因为是由你们来看这支的影片，所以你们的发酵程快，你们发酵跟酒的发作的那个程度速度会比较快一点。那比较快痛苦的一定是你们，然后才会是他。那对他来说的话，就是他很向往，就是
曾经这段关系里面过往的点点滴滴。所以呢，洋洋会认为说，选到这组的你们，对方他一定有偷偷的观察你们。那他的观察比较在于说，还有一部分就是你们曾经刚开始认识的那段期间，如果说有拍照啊，有留一些啊，你们可能送他礼物啊，或者说你们可能有做什么东西送他，他蛮常会拿出来看，拿出来发呆，拿出来想一下。那他是要去很认真去思考，究竟这段关系要何去何从，或者是说他怎么做才好。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好，意外这组讲的真的特别的多哈，有人会觉得这组真的是你们的那种双生火焰啊、灵魂伴侣或是业力伴侣的程度非常的强大。羊不能说是哪一种，因为羊觉得3种的话，至少一定有符合其中一种，但一定是这3种其中一个，这一组特别的讯息。好，我们再抽到的是权杖8。权杖8意味着说，就是当他理清楚之后，马上就会决定了。所以就是刚刚前面提到的嘛，只要当对方他最近应该就会有这方面的想法了，或者说对方这个关系中的决定很快就会出来了，所以意味着说，建议你们啦，就是说对方如果说最近真的跟你们特别吹毛求疵的话，对，那是对方的激将法，他有时候会想要，如果说比较坏的人，他会用一些方式逼你们去，就是逼你们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或者讲不好的话，那就以这个为做个起点，或者做个话题，然后就跟你们大吵一架。那哇，完蛋，这段关系就拜拜了。那如果说你们怎么吵都吵不起来，然后你们什么都容忍忍让的话，那吵不起来的关系，他也没辙，除非他当个大烂人，就人会突然消失不见，这是有可能的。所以就看你们本身讲的那个人，他到底是烂人还是好人。对，那应该大部分都是烂人比较多啦。那还是会希望说你们就是要有个心理准备，就是这段关系应该很快就会有一个答案出来了。那如果说是断联中的人的话，只要当对方决定之后，他很快就出现在你们的生活圈，然后很快就会跟你们相遇，或者是说会跟你们搭上联系，或者说会有一些的讯息出来，让你们可以跟那个人有所接触。所以呢，最近这段关系里面不是大吵一架，要不然就是会复合，就是相当明显的讯息，但是可能大部分人都会大吵一架吧。所以还是会希望说，最近的你们情绪可能不要那么的高涨，然后可以稍微控制一下你们自己本身在这段关系之中，你们能够推让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那就是不要说太多，或者是说也不要去做一些不关于你们的事情，要不然有人会比较担心，就是这段关系中，如果说你们情绪上面真的没有控制好的话，你们应该会做出一些让你们也觉得非常后悔的事情。对，因为这也算是说，他其实蛮能够掌控你们的性格，他也非常的了解你们是什么样的人，那就看你们愿不愿意要跳入他的这个火坑，他的这个陷阱。然后千万记得选到这组的你们，对方应该知道你是一个情绪蛮容易被操控的，所以千万记得，当你们真的觉得情绪不好，事情发生的时候，人会提供方法，就是说马上离开现场，但是要跟对方讲说，我可能现在心情不好，我想要先静一静之类的，不要马上一声不吭就讲了，哇，这个就是吵架了。好，那就是说，如果真的情绪不好的时候，冷静下来，然后对方讲说，我现在需要点时间去舒缓我的情绪，然后或者说你现在可能你现在觉得可能两人之间情绪都太高涨了，那是不是两人之间都先暂时话题先结束，等情绪比较稳定之后再回来谈，就是尽可能的要把原本话题给跳脱，不要中了对方的激将法。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对我们来讲，其实是蛮伤害的。好，那看来其实选到这轮你们呢，洋洋会认为蛮痛苦的。对啊。好了，看一下第3张。好，第3张，我们这边抽到的是节制。好，节制的话，好，那有人会认为说，其实在这边呢比较好一点是最近啦，可能你们
他就会找你好好的谈这件事情。那如果说谈不成，就会大吵一架。那如果说谈得成的话，就看谁是当退让的那一个。这是第一个部分。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说，最近你们俩之间会有一个新的心与心、内在与内在之间的交流的这个机会，要看你们愿不愿意，要不要。然后第三个就是你们之间会有一个最后一次的相处的机会。那一旦这相处机会过了，什么都过了。对，就是说那个决定表示他出来了。然后第四个就是，如果说是已经断联中的人，那就会收到对方的联络，收到对方的通知，收到对方他的讯息出来。然后第五个的话，就是最近可能会收到关于对方的一些新的消息，或者是说会收到来自于他可能想让你们知道的事情，或是说上天想让你们知道的事情。所以说当我们抽到这张牌的时候，很明显就是对方其实他也是一直以来都有在偷偷的观察着你们。然后对方其实他本身在思考说他应该要去如何跟你们谈论他的想法，或者是说对这段关系中的他的看法。他如果说本身他那个人是属于比较负面的，或者是说是属于比较含蓄的人的话，那么当他跟你们讲他的想法的时候，通常所讲出来的那些的话的强烈讨论这段关系的方式的话，会比较像是有一种拐弯抹角，或者是说旁敲侧击的方式。他不会直接跟你讲说我想跟你谈论我们之间的关系，他比较会觉得说用透过别人的关系来去做个比喻，然后再慢慢把话题牵到你们这段关系之中。所以就会觉得这个人怎么好像讲到重点，那只是他不敢讲重点而已。他的重点讲之前呢，前面的铺陈有点长，是为了要让你们有心理准备。所以呢，你们应该要有个心理准备了，就表示说他的铺陈呢有一点让人觉得受不了，就有点真的太长了。对，所以呢对他来说，他觉得你们是一个聪明人，那你们除非你们真的选择装傻，会建议你们就是装傻。你们装傻一开始他觉得马上戳破你们，让你们一直不断的装傻下去，他也拿你们没有辙，就看谁的脸皮比较厚。如果说你们脸皮越薄，关系就越快就散开；你们脸皮越厚，就可以拖越久。所以看你们自己本身的决定是如何，想要赶快摆脱这段关系，对方跟你讲就马上去做决定。如果说还不想去摆脱这段关系，想要继续的经营的话，就去当那个厚脸皮的人，继续装傻，然后吵不起来，一切都没，就是过了这一坎之后，可是这一坎可能会有点久，但是你们过了这一坎之后，会有好一阵子是你们比较 peace 的这段期间。好，然后再我们抽到的是宝剑七。那宝剑七就意味着说他可能要去做的事情，他的计划呢是想得非常久。刚刚我们前面讲嘛，这个人他现在已经考虑了很久嘛，然后这个人当他做决定之后，一切都来不及了，就是他真的下定决心，所以表示说这个人他已经筹备自己，他讲了非常的久。那现在呢，他终于快要把这件事情给想通了。那所以有时候他真的讲出来的话，也并不是真的他的真心意，他真心那么想，只是他觉得必须要把那个结果推向于那个结果。那他讲出来的有一些话，势必呢一定必须要是谎话，或者是说要加重一点那些的情绪，或者是说加重一些本身可能对于这段关系里面他本来不觉得的事情。就是说只要是能够导向于那个结果的任何的动作方式，那些话语，那些的词汇，他都会尽可能的把它使用出来。那他心里面其实也是不好受，他心里面呢也是觉得这不是他自己，可是为了双方彼此好，他也觉得必须要去做个决定了。对，所以你们可能要再想一下，本身可能你们在对待说这段关系，你们到底想要到什么样的程度。因为其实蛮明显，就说对于他来讲的话，这段关系中的一个进展呢，会比较不好受，然后决定就是那个发生的速度其实会蛮快的。那其实当他做那个决定之前，会有一个叫什么
暗示吗？还是说可能会有一个明显的忘记的东西怎么讲？反正就是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事件会凸显出来，就表示那个事情会发生。那你们可能要留意一下，因为你们看到这边的宝剑，其实后面有一个烟消，对，就表示说当这件事情要发生的时候，会有前面有一个暴风雨前的宁静，或者说暴风雨前的一个征兆。那你们要去留意一下，就表示当那件事情快发生的时候，装傻。或者说赶快装忙，那阵说哦你都很忙啊，没空跟他聊天。那等他过了那个心情之后，哇，那就没有事了。哇，这是一个小 paper， 就看你们要不要试试看。然后再抽到的是宝剑骑士，你看都抽到宝剑咯，所以你看宝剑骑士、宝剑七又抽到节制牌，你看都是属于那种风的元素，或者是说都是那种在关于谈论，就是说思考类的东西，或者说心灵层面的一些的牌卡。所以洋洋会觉得啦，最近的你们心里面的感受会有点像在洗三温暖，然后心中的脑海里面的情绪会有非常巨大的挑战、冲击还有改变，然后这件事情发生的话，会有点让你措手不及。对，所以当你们能够反应过来的时候，一定要赶快反应过来，然后因为基本上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它没有挽救的余地，只能去避免发生而已。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一切都来不及了，所以会建议你们接下来对方他的观察期快要结束，他准备就是已经在蓄势待发了。因为现在有点可怕，对不对？你觉得好可怕，这个人有点城府很深。那只是因为他觉得他不想要把每个人跟每人之间的关系那么糟，那只是他很希望说这段关系不要再去绑架着彼此，然后如果说都一直把彼此绑住的话，那也是造成4个人的不幸福。所以他觉得与其2个人的不开心，那不如就是造成4个人的幸福，其实会来得更好。所以最近的对方会有蛮明显的一些举动，然后特别就是对方如果说他真的跟你们讲了什么样的话，或者说做什么样的事情的话，他会以你们的情绪还有你们的自尊心、你们的心情为这3个是他最主要的攻击的目标。就是他会以这3个方式去伤害你们，或者说去往这方面往死里说。对，所以你们要稍微留意一下对方接下来所面对于你们的方式，就是有点狠心啦。可他的狠心是在于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方式，你们可能才会去放下，或者说你们才会觉得去放弃你们，去放弃他，就看你们自己要去做什么样的方法去面对于这个人。好，那这些话呢，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那如果说对你们有帮助，或者说让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那如果说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那如果说是会员的朋友们，请记得去看完整版，洋洋会把最后面的结尾再和大家说一下。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我们来看到选到中间第2组牌组的朋友，那么在验证牌地方，你对于说这段关系的想法是什么？好，洋洋为大家抽第1张牌。好，那第1张牌的话，我们抽到的是太阳。好，那太阳牌表示说，在你们目前的这段关系里面，第一个呢，可能是你们目前的相处状况是蛮不错的，或者是说2之间的相互的协调性也蛮好，然后也都能够联络得到对方，然后你也能够感受得到对方所对于你的在乎，或者是说对方所对于你的重视。所以呢，在这段关系之中的发展的话，本身对你们来讲并不会是到一个太困难，或者是说并不会是一件让你们觉得很痛苦或者说不好去经营的一段关系。所以在双方之间的话，以你的角度来看，本身这段关系的一个可看性是还蛮高的。那第2部分就有可能这段关系你们最近可能才刚开始变得比较好，所以有时候你们心里面是会有一些的担忧跟担心，害怕说
又会不会这个好的程度只是一下子，或者是说会不会过一阵子又没有办法遇得到他，就是说没有办法再继续的好好的往你们所想要的那个方向去前进，所以你们会想要尽可能的去把握好现在对方所还愿意跟你们有相处的这个机会，或者说你们还是会愿意想要去把握对方目前呢本身在对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或者说对于你的这个在乎的程度，那在两个人之间的相处的状态之下的话，其实你们还是本身抱持着一个蛮不错的一个想法，但是呢，有个特别就是跟这人相处，如果说在非常要好的情况之下，你们心里面有时候会有一种觉得跟他好像有点像朋友之间的关系。或者是说感觉这个氛围有点像是非常要的朋友，比较不像是暧昧，或者说有时候也不太像是恋人。就是对你们来讲的话，本身这段关系其实也没有到不好，只有说两个人相处太好了，好到让你觉得没有暧昧的感觉。因为太阳牌呢，这边刚好是两个天使，然后围绕着这个独角兽。那当然，本身对你们来说的话，关系当然这么好下去，其实对于说整体发展上来看的话，是还蛮有帮助的。只在对于情感中的角度来看的话，你们就会比较担心说，这段关系会不会缺乏所谓的激情，或者是说缺乏了一种情感中爱情里面所想要的那个氛围。可是以整体来说，你们还是会觉得关系目前的状况是还不错的，是好的，是不用太担心的。至少比第一组来讲的话，你们是真的最好。对。好，那我们还是会希望说可以继续的好下去。我们看一下第二张的验证牌。好，第二张验证牌的话，我们抽到的是魔术师。那魔术师呢，意味着说目前的你们，对于你来讲话，可能对方最近对你的态度是还不错，然后对方所对待你的，跟你相处的模式也是你很喜欢，是你能够感受到他是很在意你。就是如果说你们本来是不太好，或者说本来就比较难以去感受得到对方的真心，那最近的你们就会特别感受得到对方是在乎你们，是真心的想要带你们好。原本没办法收到对方的关心，那最近就会收到对方的关心。那如果说你们一直都用相同的模式去跟对方相处，或者说你们都只是用就是相处的方式都没有什么改变的话，最近呢，对方所对待于你们的态度，你们就会感受到跟以往不太一样的热情，或者是说最近会有一个新的相处的模式出现。所以因此呢，我们配上太阳跟魔术师，表示意味着最近的你们的情感中的发展，对于你的角度来说，因为现在目前验证牌是你对于说这段关系的想法嘛，所以你会认为其实这段关系你们可以换另外一种方式去跟对方相处，或者说你们开始会渐渐的把你们心里面最真实的样子给展现出来，但是你们并不会到那么直接的让对方知道你们是什么样的想法跟什么样的人，你们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包装，或者是说你们会选择用跟以往可能你们恋爱模式里面你们就是错误的地方，那你们在这段个人身上就会重新的去做个诠释，或者是说会想办法让自己呢比较会能够用一种新的模式跟新的方式去经营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然后现在的你们应该也是会试试看用可能跟以往不一样的想法来去对待于你们双方之间的关系。所以杨不晓得说其实选到这组的你们是不是最近对方真的对你还不错，然后你也完全卸下了你的心防，卸下了你的警戒心。对，其实以整体来看的话，杨会觉得其实目前抽到的话，你们状态真的非常的好。那你们其实心里面会越来越放松，然后会越来越对这段关系很安心，然后会开始不自觉的展现出最真实的你们的样子。
对，但是有时候太过于展现自己的样子的话，通常要小心了，因为爱情里面嘛，总是还要有一点神秘感。如果说都失去了神秘感，谁能保证新鲜感会永远都维持呢？因为魔术师本身就是有新鲜感的意味，可是因为这是你嘛，我们是在看说验证牌是你对说这段关系的想法。现在目前你就算有再怎么样的新鲜感对说这段关系，可是并不代表对方跟你一样的想法。那关系之中，如果说一旦失去了神秘感，越来越亲近，然后越来越了解彼此的时候，一旦升华到挚友，或者是说家人之间的感情，很多那一种后面都会分手，或者是说就没有了，因为对方就对你就是越来越像家人朋友，没有人会跟家人做什么事情吧，对不对？做那种亲密上的行为。好，我们来看一下第3张，我希望可以继续好下去。好，第3张哇，好，好，这边话我们抽到的是宝剑8，那宝剑8意味着呢，你们本身可能有一点把事情看得太美好了，或者是说你们有点刻意去忽略掉你们必须要去面临到的现实，或者是说你们只选择去相信你们所想要相信的，只选择去做你们所想要做的，或者是说只选择去执行你们想要去执行的事情。也就是说，可能这段关系里面本来就很多的事情是你们不想要去面对的，或者是说不想要去承担跟承受的。那现在的你们呢，就是选择用一种忽视的方式去对待。那当然，随着时间久了之后，一个人再怎么能够去欺骗自己，但对方终究呢还是会有醒来的一天。所以当魔术师一旦他失去了他的创造力之后，就像是你们嘛，因为目前就是一直保持在一个非常有活力、热情、创造力的这段期间，或者说你们可能隐瞒了对方什么，那其实时间久了之后，他就会知道，然后他也会感受出来，然后他其实也知道你的目的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对，那反正在你们这段关系目前来看的话，你心里面其实都非常的清楚，这段关系能够维持多久是多久。但是当时间到了之后，你们有没有办法像可是宝剑8下一张就是宝剑7，那就是说你宝剑7就是宝剑6，那就看你们能够隐瞒到什么时候，能够撑到什么时候，那可能是你们现在目前的想法。所以蛮明显是目前的你们呢，算是有一种活在当下，那想要把握好现在的每一刻，或者说有的人是不是已经在谈的一个本来就是会结束的一段感情，反正就预定好什么要结束，那只是现在两人之间都是忽视掉这一段可能会结束的那段期间，先把握着当下所拥有的一切。然后再就是这段关系中，大部分人可能都在暧昧期间，交往的可能比较少，那断联的话也应该没有吧，除非你们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会比较有可能会选到这一组。对，那基本上呢，反正这组的你们本身在这段关系之中，目前看起来像是及时行乐，活在当下，然后享受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时间到了，什么时候结果到了再说，就是先以自己现在目前的状况为主就好。好，那这个如果说验证牌是有符合，或者说让你们有所共鸣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好，那来继续往下看，选到中间第2组的你们，你们心中所想的那个人，他是不是也跟你们一样在想着你们？然后他有没有在偷偷的观察你呢？我们希望可以延续一下刚刚的好运，看有没有机会，对方也跟你一样是心灵相通的。好，我们来问一下抽第1张牌。第1张牌的话，我们抽到的是宝剑王牌。那宝剑王牌呢，洋洋会认为，其实在选到这组的你们，看起来啦，就是说彼此间的双方的心意应该算是有点相通的，或者是说对方其实本身也跟你们的想法应该也不会
差太远。但因为毕竟我们这边的话会抽到3个部分嘛，对，那首先最主要的部分，如果说再抽到宝剑王牌的话，意味着说在你们最近这段关系里面，其实应该会有一个好转的趋势，或者是说你们目前的状态，因为你们的验证牌是抽到你对说这段关系中的想法，那我们抽到的是太阳跟魔术师，所以意味着说对方跟你们想法也是一样，最近他想好好的经营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或者是说最近对方他还是会想要尝试着多去了解你们，或者是多和你们相处看看。所以这组的你们最近宝剑王牌有人会认为其实它比较像是一种观察你的话，可能会比较没有，比较像是说他想起你们的时候是一种突然之间所想到的，或者是说是一种不会想得太久，就说可能因为某件事情而想到你们，或者说某一个想法会去联想到你们，就是说有点像是反正就是看到某个东西、某个人、某一首歌词，或者说某一句话、某个人的背影，就会想到你们的这种的感觉，但是会比较没有像是在观察你们，比较像是说那种突然之间的想法。那看起来就是本来这个人他应该对于你们的方式呢，可能就是一直有保持着适当的距离。或者是说跟你之间聊天，可能有点像是相敬如宾啊，或者是说若即若离，或者是说你对方回复你的讯息的原本是可能3天2次，不3天1次啊，2天1次之类，比较不会是当天一直跟你不断在聊天。那最近你应该会觉得，这个人回复你的频率越来越高，然后对方跟你相处的时间越来越长，或者说对方愿意跟你讲他心里面的话的想法可能也越来越多，那就是因为对方开始最近呢，他有会认为跟你之间的互动其实算是还蛮有来电的，然后两人之间的相处上面的话，算是还蛮好，还蛮不错，就是因为对方也觉得可以多了解你，然后双方之间其实可以多互相的了解，可能最近的你们的方法还不错，或者说最近的你们的相处的时间可能命运的安排中，应该可能也是到了，所以对他来讲，最近对于你们可能真的有蛮多的好奇心，对，杨会觉得可能好奇心是偏重，比较多啦，对，那还是要看你们最近可能跟对方相处是如何，因为对方最近应该会想要多了解你们的想法，或者说会给你们更多关于他个人的讯息。就是他个人的资讯比较多，会让你们多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好，然后在我们抽到的是补充牌第一张圣杯七，圣杯七就意味着说，他在对于说你们之间这段关系中的一个想法呢是非常的多，然后他现在觉得，就刚前面提到的嘛，好奇心比较多嘛，那圣杯七在这边就等同于说。他到底就是说，他现在在思考说，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是说你们是适合什么样的方式相处，或者说跟你们之间的聊天互动，他会觉得非常有新鲜感，他会有非常多的想法，然后他觉得能够跟你们聊什么都很开心，然后好像什么都可以聊，什么都可以互动，任何东西都会让人感觉到非常的开心。可是，对于爱情的这个部分的话，如果说这样搭配起来，宝剑王牌跟圣杯七样样会比较倾向于说是在一种扑朔迷离的感觉，没有到暧昧，就是扑朔迷，连他也在想到底对于你是什么样的感觉。扑朔迷就是有点那种迷幻啦，就是说有还是没有，他也不知道。那他只能一直不断去挖掘，不断的一直去感受，不断的一起去探索，他到底对于你们之间的相处，他期望的是什么，他想要的是什么，以及什么样的方式才是最好的。
所以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以他来说，他自己本身可能现在也还没有定义，所以会希望现在的你们就像是那个宝剑八一样，你们还可能需要想办法把自己的眼睛给那个眼睛的那种眼罩吗？对，就是遮住双眼的那个东西，一个布把它拿下来，希望你们可以看清楚一下，究竟对方他到底接下来他的一些行为跟举动是什么？因为看起来对方就是他还没有决定好你们之间这段关系，那万一你们真的高兴太快的话，有人会比较担心，就是你们会不会被对方给利用，或者是说会不会有一天对方他醒过来了，那本来扑朔迷离的关系就这样子一切就是都弹开来的话，怕你们会心里面会承受不了。好，所以目前的他呢，会尽可能多跟你们多相处，然后会多去尝试了解你们，然后也会让你们去了解他这个人。那就看双方之间相处的过程里面有没有办法擦出更多火花。因为看起来圣杯七的话，火花几率偏小对，比较多像是他一直不断的去验证，因为我们的宝剑王牌是主牌嘛，圣杯七是辅助牌，所以就意味着说，他的这些想法是会去验证的。如果说是颠倒过来的话，可能他就不会去验证，验证机会比较小了。可是如果说是宝剑王牌，就是说他会透过他的跟你之间的互动，而且是心灵跟言语还有想法上的交流，这些会成为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非常重要未来的指标，或者是说他的想法。对，好，有人会希望你们可能还是要思考一下，就是说对这段关系中的一个谨慎的程度会来得更好。好，然后再来，我们抽到的是圣杯五。好，那圣杯五呢？因为如果说是主牌是宝剑王牌的话，有人会比较认为说，其实第一个，你们可能被对方当成是过往中某一个人的替代品，然后第二就是你们可能是被当成是去洗他过往悲伤的记忆中某个很像的人的一个工具。然后第三个的话，可能会倾向于说，他尝试着多跟你们多相处，去转移他本身可能这段关系之中他觉得痛苦的那个部分，他想去转移那个感觉。那不是当任何替代品，你不是任何替代品，只是单纯他用不同的方式去面对他心中的悲伤而已。然后第四个的话就是最近的你们如果说真的有一些争执跟吵架的话，或者说一些不愉快，或者说有一些的摩擦，他心里面也不好受，那他可能才会先去想办法去改变一下，调整一下自己的方式。那他可能在过没多久，就想去跟你谈论这件事情，或者说想跟你道歉，或者说想要跟你一点的暗示，让你知道其实他心里面是不好受。对于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他还是会有一些他自己的想法，或者是说他自己的一些觉得什么样的相处方式会是最好的。然后还有一个的话，可能会比较少，就是对方他在你们面前的话，应该就是比较少啦。就是对方在你们面前可能比较像是什么强颜欢笑啊，或者是说不敢让你们知道他心里面的痛苦跟悲伤，可能他的日常生活中真的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那可能也不知道说该如何去让你们跟你们分享，或者说跟你们诉苦。那他就只能选择是以他自己觉得最好的方式来去掩盖、去掩饰。所以就像是说，你们是陪在他身边的一个人，然后去让他自己能够慢慢的去放下。就是说，他会把自己的痛苦、心里的悲伤跟难过，会自己去慢慢的消化掉。这是在这边圣杯五的另外一个的意思。好。目前现在只想到这些啦，
刚刚好像出现脑海里面有想到浮现一个，但是有点忘记了，可能那个就不是吧？对，反正圣杯五这边大概会分几种意思，所以其实以你们这段关系来看的话，有人会认为其实最近对方他一直在尝试着多跟你们互动，多跟你们交流，然后会想要知道你们本身的这个人的情感上的流露是什么样子、什么程度，或者是说是如何展现你们个人的魅力跟特质。然后他也希望说跟你们之间相处过程里面，他能够有所成长。就是这个人他不太会是属于那种不成长型的人，他这个人其实会去调整他自己的做法，调整他自己的步调，然后去让他自己能够有所改变。所以其实看起来你们本身这个人在他心里面的话，应该算是至少是还不错重要。对，不错重要就是说在重要跟不重要之间呢，对，就是算是还蛮重要，但是也没有到说非你不可的这种程度，叫不错重要。好，这洋洋自己想的。所以呢，其实看起来目前你们这段关系基本上啦没有太大的问题。对，那如果说中间两之间真的有些的误会跟摩擦，千万记得不要放在心里面。看起来这个人是会放在心里的，他比较不会像是马上讲出来类型的人居多。如果他会讲出来的话，表示他觉得你们俩真是可以沟通的人，那你们一定要把握跟珍惜这样的一个机会。好，然后再来我们抽到的是圣杯六。那圣杯六呢，因为这边圣杯六蛮特别，是一个成年人跟一个儿童。好，所以这边圣杯六的意思呢，就等同于说，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来看，他想你们吗？想你们可能比较没有啦，但是他想着你们的事情是关于说，其实你们这个人是很好聊天，很好相处，然后是他可能都没有遇过像你们这类型的人，或者是说他从来都没有遇过能够这么了解他，或者说两之间相处可以这么的融洽的一段的关系。所以因此以他的角度来看的话，会认为说跟你之间相处其实算是一种还蛮轻松更自在的。那有其中一个人是负责去引导着另外一个人，所以要看你们两个之间，我们不是看谁年纪比较大，而是说看谁在这段关系里面，谁的表现是属于比较成熟的。比较成熟的意思就是说，是谁能够给对方比较多的建议，或者说能够给对方比较多的帮助，或者是说比较能够成为对方的一个倾吐的对象。那通常圣杯六表现出来的话呢，通常来说是指朋友关系居多。那尤其像这边更像了完蛋了好，那至少呢能够知道是说，对方对待于你们是比较没有那一种的防备心，或者是说是会比较愿意多跟你们互动聊天，然后多接触。所以这一组的你们，如果说是真的已经认识了还蛮久的一段时间，例如说像是2年以上的这种，对，2年以上，好。1年还不会啦，就2年以上的话，你们可能留意一下说，你们到底对方对于他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是长辈吗？还是说是应该说是忘年之交吗？还是说知心好友？还是说对方对你真的是很有感觉？对，就看对方对你讲出来的话有没有比较暧昧。如果说真的没有暧昧的话，你们可能心里就要明白了，或者说可能对方对于你们讲的话的里面，他一直不断跟你讲说，我们是最好的朋友，我们可能适合一辈子都保持联系。就是他没有给予你们任何情感这种承诺的话，会希望说你们可能要去思考一下这段关系究竟是不是你们所要的。那有没有可能温水煮青蛙呢？看起来是没有这个机会。就是你们对他来说其实真的很重要，可是这个重要呢，两人之间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他会很喜欢跟你们相处，没有错。然后他也愿意跟你们聊天，愿意跟你们之间很多互动。可是他觉得两之间没有太多的火花，也没有太多的激情，就是互动上面就是快乐、轻松跟自在。然后其中一个人呢，可能是能够成为对方的心灵或者说生活上的一个导师，成为自己人生中很重要的指引的方向。所以你们可能要再思考一下这样关系的定义跟发展。对，好，我们来看一下抽的第一张好了，看有没有可能扭转的机会。那圣杯6呢，杨先讲就是说对方没有观察你，因为他觉得不需要观察，因为他觉得跟你之间就是交流很顺畅，没有太多的问题，所以他也不用太担心，或者说他也没有什么太好奇的，跟你什么都能讲，哪需要去观察你什么。好，然后我们再有抽到的是这叫节制。好，那这边的话呢，就表示说他觉得跟你之间的相处过程就是沟通没有太多问题，然后两之间交流就是蛮顺畅的，就是不会有太多需要他去烦恼的事情，不太会有很多他可能需要去考虑的地方。那当然他会觉得跟你之间相处的话，可以感受到很多他人生可能从没有感受过的任何的事情，或者去做很多他可能从来都没有去做过，但是他可能都一直很想去做的。就是他觉得跟你相处在一起的过程里面，是能够找到他自己，然后是能够找到自己人生中的定位，或者是能够找到他自己人生中的方向。那随着在他不断的找到自己的过程之中，你们要留意一下，你们是不是把你们自己给忘记了？因为其实这边的节制牌洋洋会比较认为啦，可能本身他这样跟你相处过程里面，你们会觉得这个人就是很好玩，然后会觉得这个人他好像什么都能够跟你聊，好像什么都能够跟你分享，什么都能够让你知道，然后好像什么东西都能够跟你一起去做，一起去体验。可是你们就是会觉得好像少了什么，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但就是你们会觉得少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但你们讲不出来，就少了一样东西，就是内心中感觉是少了什么。那但以他角度来说，就是他觉得跟你们之间相处，他不需要想太多，那就是我们所谓说的暧昧的氛围，就是没有那一种暧昧，就是扑朔迷离，那才会有那种彼此之间都是在猜嘛。但是这边的话，看起来就是对方觉得跟你之间相处过程里面，他真的不需要去猜，然后他想要干嘛就干嘛，他能够做什么，他都能够去做，就是不会有人管他，不会有人去数落他。应该也不能这么讲，应该是说，反正在你们之间的关系里面是很透明。那这对他来讲，他觉得很透明，但可能对你来说不一定，所以就意味着有可能这就你们要小心，不要被对方给利用当成工具人。因为看起来其实对方可能对于说这段关系，他真的觉得两人之间没有太大的问题，但通常没有问题是最大的问题，因为没有烦恼，这段关系没有烦恼。如果说我们是稳定交往中，那当然就没什么，就是没有状况。可是如果说一旦还没有交往之前就变这样的话，就已经没有那种暧昧的感觉，没有新鲜感的话，那就有点危险了。就是对方可能就把你真当是家人，其实当家人很危险。对，就是你们没有办法得到这个人的心了，他心就很容易向外飘。好，我们来看一下抽到的下一张是钱币7。那钱币7呢？好，有人会认为，其实，在钱币7本身，在正盘在你们这边的话，就代表着说，这段关系中的两个人，你们双方之间，他觉得就是一直不断的在交流，然后不断在制造彼此之间的回忆，增加了彼此之间的羁绊，增加了彼此之间的感情，然后让双方之间越来越好，然后相处也越来越融洽。可是这段关系却缺乏了
暧昧的感觉，也就是说，他很喜欢跟你们相处，他也很愿意跟你们交流，也很愿意呢让你们去多了解他，也很希望两人之间有很多的羁绊。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是缺乏了情感中的交流，或者是说缺乏了很多可能在爱情的元素里面所必须要拥有的。那对方其实他就真的对你们就是说他对你们的喜欢呢，比较偏向来说是那种非常要好朋友的喜欢，或者是说能够完全去信任的人。所以你看，两中间是有个很旺盛的火焰，然后底下就是有7个钱币嘛，所以表示这段关系它是一直不断的去建立你们之间这个连接的程度。那这边蛮明显，就是其实你们在对方心里面是真的非常的重要。可是这重要可能并不是你们之间所想要的。那如果说你们是稳定交往中的人的话呢，会蛮建议你，就是会蛮恭喜你们，就是你们在对方心里面至少他有在考虑要不要跟你们往人生中更深刻的方向去走，例如说是结婚或者是见家长。所以在对于说稳定交往中的人的话，会蛮恭喜你们。可如果说是非稳定交往中的人的话，可能这段关系要非常的留意了。那断联就是表示说，其实这段关系就是这一组不适合你们在讲断联的人，通常是在讲说是一直都有在持续稳定联络的人。这持续稳定联络的人，通常可以只说1个礼拜内只要联系1次就算。对，那么2-3天没有联络啊，比较不会是符合比较没有像断联啦，只要1个礼拜有联络1次的话就可以算。因为没有人会跟自己的好朋友天天讲电话吧，除非是可能碰到什么样的事情，或者说可能最近失恋才会这样子。但基本上如果说一般普通的真的非常要好朋友，每天聊天的几率其实也蛮低，至少也会2-3天聊1次。所以只要是每个礼拜至少联络过1次，有见面过1次，你们就是符合目前这个状态。好，那雅人会认为呢，其实这组的你们看起来就是稳定中隐藏着危机。对，那就看你们要如何去看待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我们来看一下第3个部分。好，第3个部分的话，我们抽到的是权杖2。好，那权杖就意味着说，表示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来看的话呢，很有可能最近就会有一些的资讯出来，或者是说就会慢慢的感受到对方他对于你的态度开始就会有一些的转变，或者是说会有一点的不太一样。那在这段期间的话，它比较多是先维持在现况而已，所以现况的话，你们应该会比较没有办法感受得到他内心中的转变。如果说真的有发现到联系的频率越来越拉长的话，那我们就要留意了，表示对方他有意识到他要做决定了。那做决定的话呢，如果说在权杖2本身的话，他的决定是不会去伤害到彼此之间的关系为最主要，就是说怎么样去相处，怎么样去让这段关系走向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局，决定的话，那个方法他心里面其实可能已经有个谱，会慢慢去塑造出来，会去铺陈。那在铺陈过程里面，他不会让你知道他的用意。那现在你们听到这组牌的解析，你们就知道了。洋洋是不知道结果啦，因为看起来就是看不出结果。但是我们刚刚前面讲这么多，你们应该也就知道他的结果是什么。只是他如果去导向于那个结果的话，不一定。对啊。当然，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好了，因为权杖2在这边的话，就是洋洋会真的认为说，可能这个人他有点意识到说，这样关系下去其实也不是办法，就是必须要某个人必须要先去做个决定，那才有办法去让关系继续往什么样方向去推进。就像你们前面抽到的验证牌是宝剑8吧。想要看一下，对，宝剑8，没错。所以像前面宝剑8，其实你们自己有意识到这件事情，那你们有意识到对方可能也要做决定了，或者说意识到对方的一些的最近的行为举止有点怪异，
或者说跟以往有点反常的原因就在这里，他已经开始去蠢蠢欲动了。好，然后再我们抽到的是权杖王牌，我们都抽到权杖那就表示说，对方的一些行动举止的话，蛮明显的就是试探。对，如果说当权杖2是成为主牌，权杖王牌是所谓他的叫什么辅助牌的话，对，那就表示意味着说，其实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他会透过不一样的行为、不一样的方式，或者说多跟你们互动，拉近你们之间的距离，来去看看说你们这个是什么样的人。那如果说真的不是他所想要的话，就会慢慢的拉开距离嘛。那其实你们这边已经第一组就抽到了宝剑王牌，然后这边又抽到了权杖王牌，算是辅助牌，那本身还是会有一些王牌的能量，所以表示说意味着最近的你们的相处可能会有一些微的差异，或者是说跟以往不太一样的相处的模式，或者是说对方的态度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你没有看过的那个样子。那当真的发现的时候，你们要留意，就表示说对方可能他现在想要去做什么，或者是说想要调整这一段关系中的一个步调，或者是说一个方向。那当发生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就意味着你们越来越接近这段关系之中他要做结果的这件事情的心态了。因为权杖2的下一张就权杖3嘛，权杖下一张就权杖4。那当遇到权杖3的时候，就等同于说他的决定已经越来越明朗化，他的想法他会将它变得实际化。那只是就是说他要让这段关系离开吗？还是接受？还是说什么样的方向性的发展，全凭他的个人的意志跟想法。对，所以会希望说接下来的你们多珍惜跟对方相处的这个机会，然后多留意一下对方接下来所对于你们的这个态度，他应该每一件事情每个动作他都是有意义的。那你们问他，他不会说，对，因为有时候只是他一时兴起啦，然后刚好可以透过这种方式去多了解你们。好，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吊人牌，所以这个蛮明显。其实，在你们这段关系的话，对方他目前不会那么快做决定，会先试着多了解你们，多去探索你们，然后多看看说，你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所以就像是刚刚前面提到的嘛，因为吊人牌本来这张牌就是他觉得他所做的任何事情跟决定是要依照他自己的内心去判断，或者是说他觉得现在所做的事情对他来说才是对的。所以现在他算是有点像是说静下心来，去重新的思考，重新的去审视，然后去看待说到底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对他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存在，或者是说你们这个人对他来说到底是有多重要。所以现在你们这段关系目前看起来好像很有希望，但是反而魔鬼是藏在细节里面。所以你们接下来相处的每一刻一定要好好的珍惜跟对方能够去展现你们自己的机会，或者是说去多了解一下对方的喜好，多了解一下对方对于本身他的感情观是什么，才能够去帮助到你们。可是看起来最近对方应该不会让你们知道，如果说是在还没很熟之前对方跟你讲话，那感情观是正确的，是他自己心中真正所认为的。反而现在越来越熟，他讲出来的感情观是有点修饰过的，所以你们可以稍微去回想一下曾经他们跟你们讲过，因为现在你们去打听去要他说出来，相信一半就好。好，对，这边的话就是说会希望呢你们要能够去明白了解到魔鬼藏在细节里面这件事情，然后对方他其实已经有暗自的想要去做任何的决定。
那这就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那如果说对你们有帮助，或是让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如果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那如果说是会员的朋友看到这一部影片的话，建议你们还是可以去看一下完整版的，洋洋会补充更多讯息给大家。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右边第3组牌组的朋友，那么在验证牌地方是你在对说这段关系的想法是什么？好，一样为大家抽第1张的验证牌。这边的话我们抽到的是圣杯3。那圣杯3的话，这边可能会有几种的解释。第一个呢，是你们目前呢，相处上看起来算是蛮不错的，只是有可能你们都只能在公众场合接触到他，或者说你们所能够约出来见面的场地，可能比较难私约两个人一起单独，大部分来说都是必须在可能他的工作啊，或者有他的朋友在的地方，就是说你们就是很难可以两个人之间单独的约出来相处，都是必须要在可能很多人，或者是说他的彼此之间都很熟悉的地方这样子。就是说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目前看起来的话，比较像是一种偏向于是朋友之间的相处的感觉。那可能你们自己本身有暧昧的感觉啦，但只是以他来看的话是比较没有，包含你们自己如果说冷静下来，静下心来去思考的时候，还是会觉得这段关系如果说要更进一步的话，好像有点困难。好，那第2种解释的话，就表示说这段关系里面呢，普遍没有说普遍，少部分就是一般圣杯3解释，就是可能有第3个人有在这段关系里面。第一个是主脑，第2就是有情敌，那第3个就是有贵人。对，那反正就有第3个人去影响着你们这段关系，无论他是有害的还是无害的，还是能够帮助到的都不管，反正只有第3个人，第3个势力去影响到着你们。然后再来第3个可能性的话，就是有可能你们这段关系呢，有的人可能真的是3角恋的这段关系。那第4个的话，有可能这段关系会比较有，就是或许啦，可能是你们是同事之间的关系，对，或者是说一个社团里面共同所认识的，或者是说一个团体里面的朋友们，对。然后再来另外一种解释就是有可能，这段关系对于你来说，其实你会有点不知道你们自己对他的感觉，或者说对这段关系的未来的发展跟走向，或者说这个定位的意义要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对我们来说这件事情本身决定可能会比较困难，但是洋洋会认为这个几率可能偏小，大部分来说应该就是蛮明确知道自己对他的感觉，说他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所以洋洋会觉得这个最后一个的可能性偏比较小。不过总而言之呢，就是你们这段关系对于你们来说，其实大部分来讲啦，是快乐的、愉快的，或者是自在的。轻松没有，快乐、自在、愉快，这个是基本上一定会有的感受。那当然还有另外层面是有可能还是会有点担心说，这段关系会不会真的比较难以有进展的机会，因为相处的过程呢，可能真的有点太过于自在了。对，所以你们会有点担心说，可能关系会越来越像是那一种比较难以会有激情的感觉。好，然后再来我们抽到的是钱币6。那钱币6在这边就意味着说，你们这段关系可能有人真的刚前面提到的嘛，或许你们真的是同事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是在双方之间的熟悉的场域，或者是说工作场合上面跟对方必须要在那边才能有所互动。然后这段关系之中，目前看起来
算是有其中一个人去努力，才有办法去推动这段关系，就是很难是互动的，一起彼此去主动，很难是彼此一起主动，一定是有一个人是比较被动，一个人是比较主动的，所以看起来其实这段关系本身要去推动的话，有点难啦，对。然后第二个解释是，可能真的比较少人遇到的，但洋洋觉得有，还是提出来，你有点怀疑是对方是不是诈骗集团。那如果是诈骗集团的话，你觉得是，那你刚好又抽到这一组，那基本上对方就是了。好，就是他不怀好意，对，他就是有带有目的性的。好，那第三种解释呢，就是有可能你们之间这段关系，对你来说，你可能是他的事业中或者说生命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是只有你才有能够帮助得到他，或者说只有你才有办法给予他在生活中可能所必须的一些的资源，所以你会认为其实对方是非你不可，或者是说对方他也必须要一定讨好你。那对你来讲，这段关系如果说对方要离开你，因为不可能嘛，那顶多你要担心的就是情感上的发展的程度有没有到你所想要的，但是基本上你跟对方之间的羁绊、见面的关系、见面的机会是逃不掉的，那也都是有固定好的在那里。然后另外一种解就是有可能这段关系中的你们，算是有一种在金钱上的往来，或者是说金源上的一个资助。还有另外一种解释的话，很有可能你们在这段关系之中，你会认为两个人之间的相处有点不太公平，就是有可能你心里面的委屈有点多，你们为这个人做了那么多，结果对方对你们回应可能蛮冷淡的，那你们也只能默默的忍受吞下去。其实你们心里面有点受不了啦，可是为了你们，就是说为了因为喜欢这个人，所以你们也觉得不得不去容忍对方的一些的态度，或者说不好的。对，那最后其实如果说在金钱这方面，可能有一些让你觉得比较有纠纷，或者说感受比较不好的体验，或者说一个过程。对，不晓得你们是因为什么样的钱，多大多小都不管，就是对方的态度会让你们觉得蛮感冒的。看起来就是你们好像有点不这么开心，但好像又觉得没有办法，就有点进退两难的状态。好，然后再我们抽到的是权杖六。好，那权杖六呢？这边的权杖六的话，洋洋会认为啦，就是说对你们来讲，可能会觉得这段关系，就刚刚前面提到的，你们会觉得其实资源蛮多，或者说羁绊是蛮深的，所以你们跟这人之间的缘分，你们会认为其实也不太容易断掉，或者是说会有其他的人会一起去帮助你们在这段关系中的一个经营，或者是说帮助你们在这段关系里面可能所必须要去面对到的事情，或者是说两人之间都必须要有的。那你们俩之间，对于你来讲的话，关系如果说要更加的进展到进一步的话，可能会有一点，你们会觉得有点困难的原因是在于说，要考量的东西有点太多，但洋洋不太确定你们在考量什么啦。牌面上没有，但是洋洋觉得看到这些牌的话，会觉得你们有你们要考量的事情，而且考量的事情的话，会直接影响到你们这段关系中的一个进展的方向，还有那个结果。那个考量的好像有点严重，不知道你们在考量什么。如果有的话，只要在下面跟洋洋分享，洋洋都会看。没有回不代表没有看，洋洋都有看每个人的留言。好，那反正就是在你们之间那段关系里面呢。以他来，就是说对你来讲的话，其实你们觉得你们真的做太多了，然后你们也主动很多，所以可能有点对应到前面的钱币六跟圣杯三，所以表示这段关系能够继续的坚持跟经营这段关系里面没有断掉呢，就是因为你们一直不断的主动的去付出，然后再就是你们因为抽到了2张的6，然后再是3的倍数，所以就意味着说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很明显的就是
会经历一段很大的变动，然后如果说能够跨越了这个变动，那这段关系就会先稳定了一阵子。那稳定了一阵子之后，又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动，就是有点像在那叫什么？我有点不太会去能够形容，反正就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应该也没有，反正就是会先变动一阵子啦。然后这变动一阵子，你们可能心里面会觉得有一种受挫，或者说会觉得心里面很受伤，或者说会觉得有点不知所措。然后等过了，你们觉得这件事情终于过了，或是顺利的解决了，马上又觉得好像终于平和了，好像又可以跟对方继续相处下去了。可是你们觉得其实自己心里面有点在洗三温暖一样，你们觉得心里蛮累的。那你们又有发现到说，其实每一次的跨越好像感情又变好了，所以你们也觉得这跨越这个痛苦好像是你们可以忍受、愿意去承担的。那什么样的程度，或者说会维持多久，我们也不晓得、不确定。这只是我们在看验证牌，是你们目前的对于关系中的想法。所以看起来这变动性或许真的是还蛮大的，那看你们要如何用什么心态方式去面对。看起来你们心态调整还蛮好的，所以应该是不用太担心啦。好，那如果说验证牌是有符合，或者说让你们有所共鸣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好，那来继续往下看，选到第3组的逆闷，对方是怎么想你的，以及他有没有在偷偷的观察你们呢？好，让先把牌收起来，然后为大家抽第1张，来看看你们心中所想的那个人，他怎么想你们的，还有他有在偷偷的观察你们吗？好，我们这边抽到的是钱币10。哇，钱币10呢，首先这个人他应该觉得你们蛮会赚钱的。我们先不管你们到底多有钱，那至少以他来说，以他角度啦，他会觉得你们这个人其实蛮会赚钱的，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就是他会觉得，在对于如果说要讲找对象的能力，或者是物质上的条件的话，他会觉得你们这个人一定是首选，或者是一定是排在前3名。然后第3就是他觉得跟你们之间的相处其实会更像是一种家人般的模式。这边我们不会讲感觉，而是讲那种模式。因为钱币它本身可能就没有像圣杯一样是有那种情感的丰沛，比较像是一种那种相处的过程里面所产生出来的那种的习惯，或者是说在互动上面的就是对于相处的过程里面的那种熟悉的程度。所以当钱币10的时候，对于在这边的话，也会比较解释成，如果你们跟对方之间是一定有相当程度上金钱上，或者是说跟生意啊、商业上的往来的话，对方一定觉得你真的非常的有能力，而且他觉得其实关于钱啊、现实生活中的物质的这部分的话，你们一定是非常的耀眼。那他也很想要像你们这样子一样，或者说他很希望可以成为跟你们一样这样的人，或者说他觉得你们真的很有钱，这是另外一个解释啊，但可能不一定大家都很有钱，所以也会都往各种的方面去解释。那在对于生活中的相处的过程里面的话，至少他觉得跟你们之间的相处的摩擦会比较小，跟其他的人来说，而且或许是因为你们一直都非常照顾他，在生活中或者说他的习惯你们都非常的了若指掌，或是说这个人需要什么样的一个物质上的资源，你们都能够给予他相当一定程度大的帮助。所以对他来说，就会认为其实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他就会是比较像是说依赖着你们的对他的好，然后依赖着你们可能所带给予他的感受当中的习惯。所以呢，其实也可以看出来说，这个人他在平常应该是真的蛮享受你们对于他的那些的好处，或者是说会非常的
在意着你们能够为他做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那雅人会认为，其实有时候这个人可能有的时候会用你们的心软，会稍微希望你们可以把一些的资源，无论是物质啊，或者是说钱，会放在他的身上。这是一个羊所感受到的讯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如果没有，当然最好。就对方会用他在你面前展现出楚楚可怜的样子，然后希望你可以心软，为他多做点什么。对，好，我们看一下补充牌的第一张。第一张的话，我们抽到的是宝剑8。宝剑8的话，意味着他会觉得，其实你们这个人如果说心里面是真的有难受，或者是说不好的感受的时候，其实你们不太会说出来，然后你们都会自己一个人暗自的承担这一切。所以当你们可能真的碰到在工作上的痛苦难处的时候，当你们愿意说出来，就表示你们已经容忍了，或者说你们能够承受那个压力已经到了临界点，已经完全无法再继续一个默默忍受，那你们就会说出来。所以他就会觉得你们这样的一个性格其实让他相当的敬佩，或者是说会让他觉得你们这个人其实相当的有独立性。可是多少他就会觉得，其实像你们这样的人，就是会把自己困在于自己的象牙塔里，然后不太愿意跟外人接触。所以当他想要真的去了解到你们是什么样的人，或者说了解到你们的想法跟心情的时候，你们会不自觉躲起来，或是说会不自觉把他推开，或是你们会不太愿意跟他讲明白。其实他也知道说你们只是单纯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那当他真的想要去关心你，想要靠近你的时候，其实他反而会觉得有种无形中是有一道墙，是没办法去更加的靠近你们。那这样的话，他就会觉得其实要了解到你的话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或者说其实也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那你们这段关系中，如果说你是真的也很喜欢他，或者说你希望有所进展的话，那其实也会希望说，如果你们真的也愿意，那就不如可以让对方多了解一下你的短处，或者是说了解你可能现在真的面临到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或让你们没有办法去坦然的面对。因为其他知道说你们本身是把自己想办法把自己照顾得非常的好，但是却没有让身边的人去知道留意到每个人其实也是需要被照顾的，或者是说每个人其实都有软弱的那个地方。那每个人软弱那个地方其实都是需要被别人给关注关怀的，所以他本身会对这样的你们是蛮心疼的。那如果说以目前看起来的话，其实对方是没有观察你了，因为他比较像是一种他了解到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观察的阶段，应该说观察的行为跟举动或者是想法的话，基本上是偏少，比较像是他希望可以多关心你们。没关系，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好，那就这一张。好，然后再抽到的是圣杯4。好，圣杯4呢就表示说，他真的会认为你们就真的把自己过得非常好，把自己过得太好了。所以就是当你们会尽可能的在任何人面前表现出你们最好的那个样子，或者说会在别人面前表现出一种好像自己其实是能够把自己照顾得很好，然后自己都过得非常的好。其实他知道说你只是不想让别人担心而已，但是有时候就会让别人没有办法去真正了解到你，没办法去靠近你那个心里最深层那个一面。那但对你们来讲，有可能你们真的已经把自己最脆弱那样子让对方知道，但对方就终究还是会觉得你就是有留那么一手。所以比方说是你们在表达过程里面有一点太装饰太多，或者是说有点太过于修饰，或者是说
表达的过程里面，你们不够明白，就是说比较不够直接化啦。对，可能有可能是说你们俩之间的个性是不一样，所以当然表达事情的方式也不同，所以只是可能以他角度来说，如果说他真的曾经过往有碰到跟你们类似这样的人，但是那个人所表达出来心里面有压力或是不爽的方式，跟你们自己本身所表达的方式有点不太一样的话，那么他就觉得我曾经那个朋友会这样表达，为什么你不会？那是不是你有所保留，还是说你其实有点刻意的，不让他去靠近你的内在？那所以他就会认为说，其实你因为把自己照顾得太好了，或者说把自己总是在别人面前展现出最好的那个样子，那你脆弱的那一面因为看不到，那所以也没办法跟你变得更亲近，或者是说没办法去真的看见你最真实的那个样子，那就会觉得说，其实虽然他觉得对你蛮尊敬的，或者说他对你其实蛮好奇的，可是也会因为这样的你，他会有点退缩，或者是说，在他的心里面可能会比较去害怕，不晓得该怎么去真的了解到你们这个人，所以他觉得其实你们俩之间是有一种隔阂在的。对，那你们表现出来的样子有时候并不是你们最真实的样子，其实对他来讲的话，会比较觉得难以去跟你们靠近，然后你们有时候外表表现出来的样子对他来讲可能有点太过于浮夸，或者说有点太过于修饰，那就会觉得其实会还蛮有距离的，然后有时候他会觉得跟你们讲了什么样的话，什么样的建议，其实你们好像本身所给予他的回馈，或者说给予他的反应的话，会让他觉得是真的蛮有距离感的。所以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喜欢这组的你们，所以你们好像很棒，对他来讲是很棒，但就觉得你们俩之间其实很有距离的状态。其实他也是心疼你们啦，只是如果说在对于爱情这个层面上来看的话，两人会觉得比较危险一点，因为对他来讲，虽然你们是很值得去靠近的一个人，或者说很值得去相处的人，那也会因为两之间其实是蛮缺乏最真诚的互动，对他来说缺乏最真诚的互动，那就很难可以去提升这段关系中的发展的机会。好了，看一下第二章。好，第二章这张了。好，那我们这边抽到的是宝剑10，哇，能抽到10欸。好，杨洋先解释关于宝剑10的部分。如果说是宝剑10的话，就表示说，在你们之间这段关系里面，他对于你的想法的话，第一个是可能他还没有办法从上一段关系走出来，或者是说没办法从被别人给伤害的那个过程中走出来，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表示说有可能你们目前的相处模式，或者说你的这个人的样子，或者说你的特质、你的性格，或是说所散发出来的气场，可能跟伤害他的人，或者说让他有不好的回忆的那个人很像。很接近，所以就觉得跟你们之间靠近会还蛮有压力的。对，然后第三个呢，可能他最近心情真的蛮差的，工作上啊或者生活上遇到不好的事情，所以当他面对你们的时候，其实他会认为自己是有点低于你们，或者说矮你们一阶，会觉得说其实自己是有点不太适合跟你们有太多互动，或者是说不太适合去谈这段关系，就是他的自信心不足了，是针对说他自己个人3个部分。好，那如果说是在关于你们的部分的话，就是说他想到你们，第一个就是你们可能压力真的太大了，所以他心里面是蛮心疼，然后你们的很多的痛苦都是你们自己去承担去承受，所以他心里面是蛮心疼，会很在意着你们。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是他在对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
对于你来，对于想到你的话，他会觉得你，就是刚前面提到的，你可能太过于把自己的事情看得太重要，然后却忽略掉了你们自己本身的心情。好，杨先喝个水。好，好，那这边的话，那关于第三个部分呢，就是代表的说，很有可能在你们之间这段关系过程中，他可能有讲到什么话伤害到你们，那你们可能现在心里面可能不好受，那心里面其实也是蛮心疼，然后对于你们是有蛮多的亏欠，也蛮想念你们的，只是有时候他可能还是会觉得真的不是很能够了解你们，所以他觉得你们很难过这件事情，他也有点无能为力，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然后再下个部分，另外一部分就是他会觉得现在你们的心情是真的蛮封闭的，或许你们也是从原本的感情中有伤痛还没走出来，或者说你们可能被别人给背叛，或者说可能工作上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就是各种关于人际关系的事情有点影响到你们的心情，所以他想到你们的时候会觉得其实心里面他跟着你们一起觉得很难过，他也觉得你应该很难过了。对，那这边的话我们抽到第二张10，那通常抽到连续2张以上的同样的牌的话，那就意味着说，其实在他对于想到你的部分的话，很有可能现在你刚好是即将面临到了一个临界点，然后一个转变的期间，或者是说对于你的感觉跟想法的话，正在开始面临到了变好或者是变坏的这个过程。可是变好还是变坏，取决于说我们等下第3张出现的这个状况。因为当出现2张时都是在我们的第1张的话，其实表示意味着说，他对于你是有相当一定程度上的一个信任，或者是说是有相当一定程度上的一个认识，所以对方其实本身对于你的依赖感应该是还蛮重的。可是这依赖感却有让他感觉到有一种很害怕。为什么会害怕的原因是在于说，他会担心，他所对于你的情感，两之间可能想法不一样，但其实他自己还在摸索的阶段啦，所以你们还不用太担心。所以现在取决于说，你们是要以什么样的方式跟对方相处，那就会去就是说能够隐隐约约看到说，究竟对方对你们到底最后面会产生出一个什么样的情感。所以建议你们其实接下来跟对方相处的过程呢，每一刻都很重要。该暧昧的时候就要该暧昧，然后尽可能就表现出暧昧啦，不要表现出太理智的样子。对，好，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第1张的补充牌。好，第1张补充牌哇，你们抽到宝剑10哎，好。5张牌宝剑10的话，其实就表示说，你们是压力真的很大吗？因为他觉得你们压力真的很大那你说对方有没有观察你们吗？他只有特别针对说你们负面能量的时候才会想要去观察你们。也就是说，如果说你们最近真的在对方面前表现出说你们真的非常难过，然后非常需要有人照顾，非常希望有人可以关心你们的话，那么对方应该最近会一直观察你们到底过得如何，然后观察你们的心理的状态，因为他会觉得其实现在你们已经到了人生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坎，或者是说人生里面非常痛苦的时期。那如果说这个痛苦是他造成的话，他不会后悔他这个决定。对，这是另外一个意思啦。那如果说你们真的很确定你们他反正应该我们现在看的时候是他对于你的想法，所以有时候他会觉得你这个人现在最近是蛮负面的，或者是说你这个人可能内在的想法通常是属于比较极端类型的人，那他心里面多少会对你有一种惧怕，或者说会有一点害怕，
或者是说有时候他真的不知道说自己该怎么样去面对于你们，或者说面对于你们彼此之间的这段关系。所以这段关系其实到底对他来说是好还是不好，目前看起来可能会比较偏向于说，因为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你们相处，所以有时候他觉得也是蛮迷惘跟困惑的。那他想到你们的时候，其实他就会认为你们现在可能每一刻都过得很累，人生过得真的很糟。对，那如果真是他造成的话，他也不会觉得他亏欠你们，就只是单纯觉得真的很抱歉，就这样，他就真心就这样想，我觉得我很抱歉。看一下第3张，哇，你们抽到2张宝剑十，真的很可怕。好，第3张。好，我们终于抽到除了宝剑以外的牌了哈，抽到的是圣杯侍者。那圣杯侍者就意味说，其实他在面对想到你们的时候，你们还是会不知道为什么都是一直把自己调整的非常好所以他觉得说你们外表呢让人感觉到你们很轻松自在，但是你们内心应该已经波涛汹涌，已经就是很痛苦了，但是你们还是会尽可能不要让别人担心，或者是说尽可能把自己的外在表现得非常好。那这样的话其实就不会让身边的人对于你可能有太多的关心，然后让你也觉得心里面的压力可能也很大。所以不晓得说其实这组的你们是不是有点太过度的害怕担心别人对于你们的看法，所以你们才会不自觉的把自己给隐藏起来，或者是说不自觉在他的面前去把自己给修饰啊，或者说装饰的非常的好。那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的话，看起来啦，杨会觉得你们双方之间应该隔阂蛮重的或者是说两个人之间真的有很多让他感受到是很有距离的样子，所以他其实有时候算是说顺着你，那你好的时候他就跟着你一起好，你不好的时候他自己会闪得很远，他看起来不太会多关心你们对啊，所以不晓得说这组的你们一开始会啦，但久了之后他觉得你就是这样子啊，那好像其实也还好，或者是说久了就是说你们可能真的想要用可能你们需要被别人给关心关怀的那一面，让他去一直去 push， 让他来主动找你们的话，一开始很有用，但随时间久之后反而这一招就会失效，会失灵。好，所以呢，看起来其实本身对他来说，你们之间这段关系比较缺乏了那种凝聚力，对，看起来有点像是说各过各的几率会蛮高的，或者是说谁观察谁这样子。好，看一下下一张，最后一张的大牌。好，我们这边抽到的是权杖牌。好，那像这边我们所抽到的这张，好，那刚刚洋洋呢不小心压到手机，所以他整个大翻车。好，那我们继续，反正就抽到这张权杖牌的话，就表示说在你们之间，他觉得说其实你是很清楚知道你们自己是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或者说你们对于自己的目标，你们是非常明确的，所以你们本身的行动力，他会觉得其实蛮足够。那你们也自己知道，你们是想要什么样的一个生活，或者是说什么样的人生中的目标。那他会觉得其实你们这个也不用担心太多，但是当随着时间你们一直不断去努力的这个状况之下，难免你们会因为他会觉得啦，就是说以他角度来看，他会认为当你们太过于执着在你们的目标上面的时候，其实你们会忽略掉很多一些细节。那有的时候会对他来讲，你们可能会有一种聪明反被聪明误的这个状况。然后再来就是当你们可能特别意气风发，或者是说当你们特别成功的时候，
就是成效非常好的时候，达到你们要目的的时候，他会觉得有的时候你们可能有点太过于自大，或者是会有点太过于以自我为中心，就是会比较不容易听见别人所给予你的建议，或者是说所给予你的一些的方法跟方式，所以就会比较像是说，他会觉得你们这个人，当你们特别有活力，或者是说特别专注在自己的事情的时候，他其实不太敢跟你有太多的互动，他会比较稍微离你比较远一点，或者是会顺着你去安抚着你，因为他也不觉得跟你讲什么你就会听进去。或许这也是成为你们俩之间一个隔阂的某一个原因，就是他认为其实你们之间你的个性这个部分是好的，但是因为毕竟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两面嘛，所以你们好的这一面的比较不好的那一面，就是他会觉得说你们这人可能有的时候是真的有点太过于以自我为中心了，他就会很担心，不知道该怎么去跟你们相处。洋洋还是会觉得，其实这个人应该是没有在观察你耶。他是应该是说，他对你的观察呢，比较像是从日常生活中，比较没有什么透过 IG 啊、脸书啊、微信那种主页那种，比较不像这种方式去观察，比较像真的是你们日常生活中，他会想到你这个人的个性，是想到然后去评估的想到你，然后去观察你，比较没有像是那种日常我们所提到的，因为很在乎你，然后一直去看你在干嘛，或者说去观察你的每一刻，去查看你的动态，比较没有像这一类的。好，然后再来我们抽到的是宝剑皇后。好，那宝剑皇后呢，就意味着说，他觉得其实当你们真的意气风发的时候，他觉得你们真的超级难讲话，然后觉得你们有时候可能想法上面太过于理智。有点像是说洋洋看到的某一个签诗吧，什么龙虎之争嘛，还有龙虎相交，就是说两个人之间的个性，有时候他会觉得真的有点难沟通，或者说他会觉得两人之间其实是真的有一点不太合，或者是比较不知道该怎么去让你理解，可能他所想要跟你表达事情，或者是说有的时候你们表达出来的东西会不自觉的去伤到他，或是会认为你们有点太过于理智了，所以对他来讲就会认为在你们之间的缘分啊，或者说这样关系这种相处，难免他必须要稍微提高警觉，或者是说他有的时候是真的必须要稍微留意一下你们可能真的表达出来的意思，因为有时候他觉得你们在表达你们的想法，或者说讲话，或者说他问你们的聊天过程里面呢，他觉得你有时候讲话的方式太简略了，然后没有什么铺陈，就比较是以结果为导向，所以或者说以你们想要表达的结果的方式为主，对，就是说你们心情上的陈述太少了，然后再是他觉得你们这个人可能偶尔啦，杨不敢讲很多，就只能偶尔说你们这个人可能比较现实层面，就是说比较不会有那种天真烂漫的时候，所以他会觉得说你们可能生活压力真的有点太大了，或者是不晓得该怎么跟你们这个人相处，所以就算有时候他真的很希望可以跟你们有互动的机会，或者说跟你们终于有可以更深一刻的更进一步的了解，可是又会因为你们的个性会让他稍微有点退缩，会让他不知道说该怎么样的方式去多跟你们互动。对，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张，因为看起来其实这个人对于你们的感觉整体啦，看起来就像是有一种我们看不透、摸不透的状态。好，然后再来我们抽到的是圣杯2，哇，这应该是里面最好的一张吧，然后来确认一下。因为看起来的话，其实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以他来说，好的时候很好，不好的时候真的很差。但是
当好的时候，应该说他会觉得啦，两个之间其实算是有一种互补，也就是说你的个性上的某个部分是他所想，刚好是他觉得你们最让他觉得很难搞的地方，是他觉得是他所想要的，然后是他所渴望的，然后是他也是蛮在意跟在乎的，所以就是有可能说，以你们这段关系来看的话，对方为什么一直还是愿意跟你们互动，或是说为什么他一直还是会想到你们，会去这么认真的去评估你们？因为看起来确实这方虽然给予你们的评价没有到非常的好，可是也是很意外的，就是说对方所对于你们的评估是真的很深刻，然后也非常的详细，也是从全方位去想着你们，所以意味着说，其实蛮明显，在你们之间的这段缘分、这段关系里面，以他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是会蛮贴近的，然后会觉得之间互动性其实是真的还蛮高的，所以他也是蛮喜欢你们之间交流的每一刻，因为他觉得除了能够更了解你之外，他也更加的了解到他自己，以及呃，会蛮希望可以跟你们继续有更多的互动，所以看起来其实他这个人喜欢的类型应该就是像你们这样的一个人，那就看你们接下来这段关系如何经营，有没有办法去好好的抓住这个人所对于你的好感，因为看你其实这个人就真的很喜欢像你这类型跟你相处这个模式，所以这是一个好的开始。那如何会以什么样的结果，我们就不晓得。好，那其实这是唯一，应该是说这一组的你们，对方是真的没有在偷偷的观察你们，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你们相处的过程里面，对方是很认真的跟你们相处，很认真的去思考你们是什么样的人，很认真的去做评估、评价，跟对于你们的这个人的想法。好，那希望可以帮助到你们。以上呢就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那如果说对你们有帮助，或是说让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那如果说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那如果说是会员的朋友，建议你们要去看完整版的补充的讯息。好，那这样的话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